为争亿万家产，村里的亲戚竟把二爷气得倒地不起，而他们却对此视若无睹，甚至还准备伪造遗嘱瓜分家产。当我带人教训完，把他们都送进去后，却发现二爷早已给众人留好了遗嘱。二爷爷，您想 ICU 病房后，叶枫思索了许久，还是给六叔打了个电话。六叔，你说要不要放过那些人？当然不能放过这群畜生，这些人想要谋财害命，就得接受法律的制裁。可所谓法律的制裁，也不过是几年牢狱之灾，但相对应的，二爷也会在余生遭受更大的痛苦。当初他离开村子时，几个兄弟都死在战场上，老婆也没了。现在他回到村子，又害得家里人都去坐牢。不管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，这对二爷来说都是他不能接受的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比我想的深一点，怎么做你看着办吧。得到六叔的允许后，叶枫就挂断电话，又给老 K 打了过去。这是尽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吧？叶老弟，你说什么？这事就这么算了吗？不是，不让这些人坐牢，不代表不给他们其他的惩罚，但像叶家田这样的主谋，肯定是不能放过的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至于其他人，我也会在自己能力范畴内给予他们足够重的惩罚方式。其实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叶枫才是最不爽的那个人。可他为了让二爷的余生能过得更舒心一点，也只能放弃自己的个人想法。好在几天后，二爷状况良好，就被转入了普通病房。老太爷，你说的什么雪山里的大熊啊，什么和鳄鱼抢东西呀，还有自己开飞机到处飞呀，都是真的吗？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去打大熊。行啊，到时候老太爷陪你一起，咱们爷俩齐上阵。诺诺，过来帮妈妈洗水果。来啦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比以前任何一天都要好。对了，这几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啊。你小子少蒙我，真当我是傻子吗？家里那些人这几天轮番过来，见了你比老鼠见猫还要客气。虽然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肯定出什么事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凭什么这样？可能他们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吧。行吧，反正我一把年纪也管不了那么多事，由得你折腾去。不过都是一家人，我知道你小子看不起他们，但有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计较太多也不会活得太开心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我昏迷的时候，好像听见有人说要继承我的家产。没有人要继承你的家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把国外的资产卖掉，余下来的钱我帮你管理，然后以你的名义办一个家族基金，好歹还价值几十个亿呢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动心？自己赚的钱花起来没压力。行，有我年轻时的样子，不愧是我们老叶家的人。那就按你说的，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了，回头钱交给你，你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。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留最少一半给诺诺，我喜欢这丫头，算是给她的礼物吧。太贵重了，还是别少废话。她一口一个老太爷，你也没反对。既然我是她老太爷，给她留点压岁钱怎么了？我又不是给你的。叶枫失笑，知道二爷心里的那点小心思。诺诺拿了这笔钱，不管别人认不认，在二爷心里终归是后继有人了。对了，等我出院，带你去和几个老战友认识认识，他们也算有点影响力，对你会有帮助的。行，二爷这才露出笑容。他现在越看叶枫就越欣赏。对了，你跟那几个做房地产的很熟是吧？我上次和老六说要把村里的房子都翻盖一下，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？叶枫沉默下来，以他的个人意思，自然是不想做这件事的。不管发生过什么，他们都是我的家人，总不能我活一辈子一点事都不能为他们做吧？等我死了，怎么去见列祖列宗？你为他们做的已经很多了。我看过那些战争片和历史资料，没有你们这样的人悍不畏死，英勇奋战，他们哪有机会享受现在的生活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不值一提。不同的时代就要有不同的生存方式，反正这是我想做，你不帮忙，我就让老六找别人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不过就算帮他们盖房子，也不能以他们个人的名义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打算和村子里商量一下，仿照华西那样的模式，以集体资产进行发展，所以个人的房产都要收归集体，谁要脱离了集体户口，就不再享受这些利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作为集体发展，可以拥有更强的凝聚力，而且分配的时候也公平，免得再为了那点蝇头小利争得头破血流。也行，那你去办吧。第二天，叶枫就带着六叔回了叶家村。关于集体经济发展的事，我已经和他们商量过了，他们不敢有啥意见，毕竟杀人未遂的罪名还在他们头上挂着呢。就是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关于村组织的。村组织，他们有什么问题？村里想自己盖，他们说那么多房子，那么多基础建设，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我们给外人赚，不如给他们赚。如果不同意，那就别搞了。